各位朋友，兵法有云，刚不可久，柔不可守啊。中国的外交政策确实是太柔了，柔的都把每一条红线都被敌人践踏成了红地毯啊！是个弹丸小国就敢羞辱中国。现在呢，非常的被动。自从马来西亚就是对中国的矿业企业下手之后，大家看到了吗？这个连非洲的原来的被受中国资助的各个好兄弟，中国还给非洲这个把税全免了，现在都起来这个吃中国的投资的肥肉了。说我们必须得入股你在我们这儿采的矿石必须得这个做成成品给我们交税，交给我们技术，全都起来对中国可以说是群狼吃肉啊！中国现在必须得更改这种防守式的思维外交政策啦，重新思考谈判逻辑吧。长期以来，从中英到中日争端，再到南海问题很多的这个可以说是老百姓关注这些谈判进程时呢，内心都积压着一层挥之不去的憋屈感。最吃亏的地方在于，整个的谈判过程都被套死在对方划定的狭小的框框里。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跟对方讨价还价，哪怕最终暂时谈拢了，争端平息了，通常也是中国做出让步，给予补偿，让出利益，对方什么代价都没付，反而满载而归。这种被动的防守型的谈判，表面上看是稳健谨慎，实际上每一步都被人牵着走，越守越亏。高志凯博士就曾经提出了全新的大国的谈判思路，直接把传统的打法要掀个底朝天，一句话就戳穿了关键。碰到那些惯于耍赖占便宜不停碰瓷儿领土的国家，不能只盯着眼下的具体的争议，必须从历史总账下手，主动把谈判的棋盘撑大。真正的大国博弈从来不是对方问什么就答什么，而是我们来定规则定范围，提高博弈的筹码。古话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谈判的底线如果一开始就定得太低，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层层缩水，持续的吃亏。这种困局不破，哪怕是谈判技巧再精进，也很难扭转被动的局面。高志凯的思路被值得认真对待，因为他试图从框架层面解决问题，而不是在对方设定的棋盘上苦寻活路。对菲律宾，不只要谈南海岛礁，直接锁定巴拉望、法里的边界。回顾过去的中菲谈判，始终议题围绕着所谓的仁爱礁、黄岩岛以及相关的岛礁归属打转。菲律宾不断的碰瓷儿，反复的试探底线，得寸进尺，没完没了。按照高志凯的破局方式，就直接跳出这个陈旧框架，拿出100年国际法和原始条约来一场降维打击。菲律宾的立国法理源于1898年的美西条约和1900年的华盛顿条约，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菲律宾法定的领土的西界止于东经118度线，而中国的黄岩岛、仁爱礁及大片的南海领域全部位于东经118度线以西就是东经不是西经，根本不在菲律宾的法定领土范围内。既然菲律宾不讲道理、不守条约，那谈判就不能继续只谈岛礁的归属，必须把巴拉望海域以及整条法定的边界线全都搬到谈判桌上。你碰瓷儿我早，我就清算你的立国边界；你不守国际法，我就用你赖以立国的国际法来反制你。这一下呢，菲方从主动挑衅者变成了违约方，主动权呢就会瞬间易手。美西条约和后续的华盛顿条约是菲律宾作为现代国家获得国际承认的法律基石，这一点菲律宾自己也无法否认。过去中国一直强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就是为了地区的和平稳定，但现实是对方利用这种善意不断的推进实质的控制。你现在回过头来看，法理武器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既然对方不认既有的现状，那么中国完全有理由把谈判的议题扩展到整个西界划定的问题。
这不是改变既有立场，而是把对方拉回到他们自己曾经签字画押的国际法的文本面前。法理逻辑一旦确定，菲律宾所谓的专属经济区的主张在西侧海域就缺乏根基，他们在仁爱礁、黄岩岛附近的所谓的执法行动就更显得师出无名。事实上，东经118度线不仅仅是条约里的一条经线，它直接决定了菲律宾整个西部海洋权益的起点。如果连立国条约都能随意突破，那国际法中关于领土划界的整套规则都会失去约束力。菲律宾目前对于南海部分岛礁的主张，本质上是将其独立时继承的领土范围向西无限的延伸。这种做法在任何的国际法框架下都站不住脚啊！更值得警惕的是，菲律宾近年与美国签署的一系列防务合作协议，表面上是安全合作，实际上是利用外部势力为其法理上根本不存在的领土主张提供武力背书。这种引狼入室的做法，是对整个地区的长期稳定构成了更深层次的威胁。因此，中国在谈判中重新锚定东经118度线这条法理红线，不仅是解决中非双边问题的手段，也是维护国际法关于领土划定的一般性的准则。还有，对于日本，不只要谈钓鱼岛，必须纳入琉球主权的总账。中日争端以往几乎都被压缩在钓鱼岛海域这个狭小的区域，日本反复炒作，不断的推进军事化的布局，长期消耗中国的精力与资源。高志凯的判断极其清醒，钓鱼岛只是表面问题，琉球才是真正的根本性的大账。从法理上追溯，1879年日本武力吞并琉球属于非法兼并。1951年的旧金山合约只要求日本放弃琉球的一切权利，从未确认琉球归属日本。1971年美日之间的所谓的归还协定是私相授受，没有联合国授权，法理上完全无效。也就是说，日本对琉球只有管理权，没有主权。今后对日谈判不必再被动纠缠钓鱼岛的归属，而是直接把琉球的主权问题一起摆上台面。你跟我争钓鱼岛，我就给你算琉球的100年旧账。一旦棋盘拉大，日本所谓的领土主张就会瞬间失去法理的支撑。钓鱼岛问题法理上其实那是很清晰的日本不断的通过制造事端，反复渲染威胁，把一个小点变成了长期消耗中国外交资源的痛点。如果中方始终只回应钓鱼岛，就等于说是默认了琉球问题已经解决了，这种默认本身就是在法理上吃了大亏。高志凯提出把琉球主权纳入谈判框架，本质上是把压缩的问题恢复到它本来的法理尺度。琉球的国际地位至今悬而未决，这不是中国制造出来的问题，而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事实。既然日本要拿国际法来说事儿的话，那么就在同样的体系内，把那些他们不愿意面对的历史文件全部的摊开吧。美国的角色在这里也值得挖掘。1971年美日归还协定本身就是一个法理漏洞巨大的操作。美国在二战后长期托管琉球，但托管不等于拥有主权。美国单方面把托管权转交给日本，没有通过联合国程序，也没有征求琉球当地居民的意愿。这个逻辑链条上的每一步都存在着合法性的问题。中国在对日谈判中如果只谈钓鱼岛，相当于承认了美日之间关于琉球归属的操作是正当的。这不仅是战术上的失误，更是法理上的自缚手脚。一旦琉球的主权问题被正式摆上谈判桌，美国和日本都会陷入被动，因为他手里边没有任何一份具有充分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来支撑琉球属于日本的主张。琉球问题的历史纵深远超过一般人的认知。琉球王国在明清两代与中国保持了数百年的宗藩关系，这种关系虽然不同于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归属，但足以证明琉球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与中国存在着特殊关联的政治实体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通过军事手段强行吞并琉球，这在当时就遭到了清政府的强烈的反对。二战后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了日本领土限于他们的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盟国所决定之小岛。琉球显然不在此列。旧金山合约因为中国的缺席而对其不具有约束力，这一点历来被中方所强调。因此从整个法理链条来看，日本对琉球的占有缺乏任何完整的国际法的授权。
中国在对日谈判中一旦正式提出琉球问题，日本将不得不面对累积了100多年的历史包袱，他们手中根本没有足够的法理资源来回应这些质疑，对吗？而对印度，中国要不只谈藏南，更是要拉直恒河的边界，清算拉达克的历史。中印边界问题纠缠了几十年，印度一直抱着那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胡搅蛮缠，反复蚕食边境，反复挑衅滋事。以往谈判，中国始终局限在藏南东段边界，被动应付。印度漫天要价，坐地起价，高志凯提出的恒河边界的思路彻底打破了这种僵局。从历史法理来看，大唐王玄策当时的时候经略天竺，长期形成了传统的区域分界的痕迹。印度今天所谓的边界主张，全都是英国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非法划线，毫无历史正当性。今后中印谈判不能只盯着藏南的一小片区域，而是要把拉达克全境、恒河以北的历史的传统边界全部纳入谈判范围。你拿殖民地的废纸来跟我谈，我就拿1000年的历史法理给你算，你蚕食1寸，我棋盘扩大100里。这样一来，印度的无赖博弈的逻辑瞬间瓦解。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策略一直是在切香肠，每次推进一点点，试探底线，得手后就再往前推。这种战术之所以屡试不爽，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始终在回应印度刚刚占了哪块地方，这种具体的试探没有从整体的法理框架上发起过反击。高志凯提出的思路相当于把博弈从战术层面拉到了战略层面，你跟我争几百平方公里的，我就跟你谈整个恒河以北的地理和历史格局。印度的立国时间不长，其现代的领土边界基本上由英国殖民者单方面划定，这在全球去殖民化的进程中属于特殊案例。大多数前殖民地在独立时都沿用了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边界，这不意味着这些边界在法理上不可挑战。既然印度可以拿麦克马洪线来说事儿，我们完全可以拿比麦克马洪线早1000年以上的历史记录来回应嘛。拉达克地区的情况尤其是值得单独的去说明。拉达克历史上长期是西藏的一部分，与藏区在文化、宗教、经贸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英国殖民者19世纪将其纳入势力范围，这从没有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承认。印度独立后承袭了英国的殖民遗产，但这并不能赋予其主张的合法性。中国在过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拉达克问题保持了相对的低调，主要是为了维持双边关系的总体稳定，但印度的反复的挑衅正在消耗这种稳定的基础。既然对方不愿意维持现状，那我们自然就可以有理由把原本暂缓讨论的问题重新提上日程了吗？中印边界争端还有一个西方舆论刻意回避的维度，就印度作为英帝国在南亚殖民地的遗产的主要继承者，在整个的北部边界都建立在单方面划定的基础之上。从克什米尔到藏南，印度与所有的邻国几乎都存在着边界争议，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问题不在于每一段边界的细节怎么划，而在于印度所依据的所谓的天然边界的理论本身就是殖民时代的产物。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这一立场是一贯的连续的。印度近年来在中印边境大规模的修建基础设施、增加驻军，这些行动本质上就是利用物理存在来固化非法的主张。高志凯提出的恒河边界思路就是把谈判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法理维度，你跟我谈一段边界，我跟你谈整个的北部边疆的历史法理的基础。在这个维度上，印度手里的那些殖民地时代的地图草稿完全就不够看了。看完这3组谈判逻辑，就能看清一个根本性的真相：弱国外交紧盯现状，强国外交改写棋盘。过去中国隐忍克制是因为国力不足，需要稳定的发展环境，但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级的大国，再沿用老一套的思路，只会持续的被小国碰瓷，持续的吃亏。高志凯的这份打法的核心说到底就3句话：不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主动定义谈判的规范，对方敢占你1寸，你就翻开历史旧账，把博弈的筹码提高千百倍，取法其上，居高临下，用大国的格局碾压小国的无赖逻辑。这背后还涉及一个更深的认知转变，领土争端从来不是地界问题，而是气势格局和话语权的终极博弈。一味的退让，被动的应答，换不来尊重，只会换来得寸进尺。未来中国的外交应当全面的升级新思路，争议不缩小，棋盘不局限，底线不降低，历史不算晚，
啊，别人敢碰瓷儿你的领土，你就敢清算他的法理根基，历史旧账和边界的本源，取法乎上，方能得其中。啊，大国博弈，唯有主动破局，方可强制久安呐。这种思路的转变，不仅仅是策略层面的调整，更涉及到中国的外交哲学层面的一次重构。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习惯把和平解决争端理解成尽快的平息事态，这种思维方式在操作中往往演变成谁闹谁得利的局面。对方在争议地区制造摩擦，升高紧张，然后坐等中国提出解决方案，而中国提出的方案往往是在承认既有现实的基础上寻求妥协。这套逻辑以下，主动制造摩擦的一方总能从谈判中得到好处。这套思路转换的力量不在于它提供了多少具体的战术锦囊，而是它改变了整个博弈的维度。以中非为例，一旦中国把谈判范围扩展到巴拉望整条法定的边界，菲律宾的美在仁爱礁或黄岩岛采取一次行动，就相当于在提醒国际社会重新审视东经118路线的法理意义，对吧？以中日为例，一旦琉球主权被正式纳入双边的对话框架，日本每炒作一次钓鱼岛，就等于把琉球的悬而未决的地位重新暴露在聚光灯下。以中印为例，一旦开始讨论恒河以北的历史传统边界，印度每向前31公里就要面对整个的北部边疆的法理根基被质疑的风险，这才是真正的成本转嫁，让挑衅者承担他们从未预料过的博弈代价。所以说，中国的这种防守式的外交思维要彻底的改变了啊！但愿能够听下去。记住一句话，现在的中国的民众啊，那对这种外交政策的怨气，那已经是非常非常之大了。水可载舟，亦能覆舟啊！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